结果请看大屏幕。恭喜于博，同时也恭喜林建七179票，非常优秀的成绩。不低，林建七不低。哎呦，去年单立人就全员在这儿了啊，今年也全在这儿了。说话不？说，七哥来，七哥。没啥说的，应该不淘汰啊。那就走了呗。那个通道上那个花生瓜子儿都给我七哥安排好啊，那个一会儿见呗啊！欢送林建七。哥。大家快把能躺的地儿都坐上啊！林建七来了要抢了，这都长沙发都占上。怎么了？比完崩溃了？不会讲啊，怎么讲？我看好多朋友平时也一块演嘛，就是大家都演的比平时要好，但是可能我是要比平时要差不少啊，没这样过呀，松散了一生了都。高考都没这样，真的。比完赛状态就好了，真没想到自己这么没出息。比完赛身体上的一切痛苦都没了，头也不疼了，供血也足了，什么都好了。这么一看来，那还是呗，还是压力呗。哎，姐姐，欢迎欢迎欢迎！哈喽，越来越热闹了这屋啊，累死我了。我就说他要奔着这个来。坐，你可以进来就躺着。挑战继续，提醒坐在对面的各位，这一轮是大鹏导演升级过的抢金环节，是否有人要发起挑战？倒计时结束前请起立，倒计时最后5秒钟。无人发起挑战，那意味着于博成功晋级。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最终票数，哇，184票，恭喜于博成功晋级，请前往晋级区，并且领取你的复活金牌。我就知道你肯定行。特别替于博感到开心，希望他能守护好这块金牌，因为他线下经常输林建七嘛。这对一个演员来讲，如果赢一次的话，就能战胜自己的心魔，相信他接下来就会更顺了，你知道吧？创作呀，还是表演呢，一定会就是更自信。东北一代的年轻双子星太强了，站上咱们的舞台，你们这个不会是刘老根大舞台吧？挑战继续，马上要上场的这位演员是5星好评的外卖小哥，也是余音绕梁的唢呐大王。哎，节目结束之后有了一点新变化，掌声有请南瓜。Hello。谢谢你们，我一定要把这腰背挺起来。我是南瓜，大家还记得我吗？对，我去年上了这个节目，希望被更多人认识我，现在都认不出我来了。我这半年减肥减了60多斤啊，减掉体重的1/3啊，变化比较大。你们时间长没见，觉得很惊讶，对吧？对。然后那种天天跟我在一起，在我身边的朋友，他不觉得我有什么变化，就像我的好朋友黑灯。他对我的声音很熟悉，我也很奇怪，我这瘦了60多斤了，我这陕北口音是没有一点变化的。我现在很难被人认出来啊！前2天走在一个商场，走着走着，听到后面2个人说：“真的是南瓜，真的是南瓜。”哎，我还挺好奇的，我回头一看，2个人在玩刮刮乐呢。我为了减肥啊，销声匿迹3、4个月没有见人啊，再次出来的时候一下子瘦了这么多。朋友们都不觉得我判若2人，他们都以为我判了2年。
我的减肥方法在网上学习啊，偷学一些明星的减肥食谱，他们吃的特别的少，而且还经常断碳水啊，还能去正常的演出表演啊。我也断碳水，我也去演出啊，我要在演出现场吹唢呐，我这吹着吹着，这血糖上不来，差点把自己送走了。啊，但还好是坚持下来了，终于坚持下来，也是瘦下来了。今年终于可以在节目上穿自己心仪的衣服了。我真的特别的激动啊！我去年上节目啊，就每一次看到别的选手穿的漂漂亮亮、光鲜亮丽的，我每一次都穿马甲。我去年录了6次，穿了6次的马甲，朋友都叫我马六甲。就别人穿马甲，人家是时尚好看，人家也穿，就我一个骑手穿马甲太像来上班了。我进棚被保安难过好几次，说外卖不让进。去年总决赛我是到现场来当观众的，导演说可以随意穿搭，我很开心啊。我逛了很多商场、很多服装店去挑了，试了很多衣服，没有一件适合我。我当时我就让导购推荐一下，导购说先生你就适合那种运动户外宽松带拉链的那种。我说你想说马甲吗？我感觉我整个青春都是马甲。我很难过，我下决心，我不甘心，我第2季一定要减下来，我一定要穿自己心仪的衣服，不能再穿马甲了。但我发现我不管我多么努力，直到今天我始终摆脱不了马甲的命运，因为我有马甲线了。算了，这样，咱这是脱口秀，不是脱秀啊！哎呀，不，这算了，这样会不会打马赛克呢？瘦下之后，你就感觉人就确实变化很大，我感觉我自己像重生了一把。我把自己的照片啊发在自媒体上，网友特别的，他是特别好，都夸我，夸得我特别激动。他们就叫什么南大。我南大什么青春南大学生，我热泪盈眶，我激动呀，因为我是中专学历，我没有上过大学，我上的技校，我考不上大学，我一直抬不起头，没想到现在减肥减出学历提升了。谢谢，我现在是我们宝鸡铁路技校毕业的第1个南大。对的。虽然学信网上查不到，但是小某书上都是承认的。谢谢你们，谢谢姐妹们。但减肥也不全是好事情，前2天就挺难过的。有一个品牌找到我，他说他们的是个电瓶车的品牌，说他们老总很喜欢我，要跟我合作，私信我，我也很开心很激动啊。但见面的时候他们反悔了，他说你是谁呀？南瓜呢？我说我是南瓜，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和节目上不一样，我们想合作的是那个黑黑的、胖胖的、土土的南瓜，你这样拒绝跟你合作，我也很难过，我人都傻了。我这半年天天挨饿，不好好吃饭，没想到换来的是没饭吃。但我也不后悔，为什么减了？因为我今年29岁了，再过几个月就要30岁了。回想到30岁之前全是那种肥胖油腻的形象。我本来可以习惯那种形象，直到有一天见到了10个晴天，他们就在我的面前跳舞，活力四射、青春洋溢的样子，我当时很难过。我说20多岁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呀，我不甘心，我一定要减。其实本来也没有那么努力啊，后来啊有观众叫南大，在一声声南大中迷失了自己，硬逼着硬饿自己，一晚上大半夜饿得自己掉头发、胃溃疡、肠胃炎。我想喝奶茶，但是这个时候内心有个声音说：“南瓜坚持住，不能喝。”这个时候你要想象你到时候在舞台上那个美美的样子，我一次次的忍住了饥渴，这就是望美止渴吧。我朋友说，你也没必要这么忍着，你可以喝统一冲服无糖茶，真的好喝，一口冲服茶香倍儿足啊，喝了之后和南大一样，冲服满面。真的，我终于坚持到现在了，终于在台上，就是现在我真的绷不住了。其实这回啊，我后台已经摆好了烧烤、炸鸡、汉堡、油泼面、biang biang面、刀削面。我一会下了台我就暴饮暴食，以后我就想吃什么吃什么。
以后呀，可能还会变回那个黑黑的、胖胖的南瓜。但不管怎么样，以后点开爱奇艺，看到2025年夏天那个青春洋溢的南瓜，我也就很满足了。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谢谢南瓜，谢谢。喜欢他这段表演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忘了为他投票。3、2、1，请锁票。谢谢南瓜。没想到你们除了这个冠军之外，还喊出了一个南大哇！真的是在一生中迷失了自己。节目组给你准备了一个小礼物，我们看一下这个大屏幕。真的，南瓜这次录像来，我一看他，我也吓我一跳。我那个，因为他电瓶车丢了呢，我说一下都这么多，都是靠跑着送快外卖，所以累的是吗？开玩笑，我觉得南瓜瘦了之后眼睛都变大了，你发现了吗？啊，这个我有感受，确实是会这样。五官变得很立体，特别精神。我忘了，我得感谢一下，就是这个节目的妆造师、化妆师还有服装师，因为我就每天这几天画的时候，我都给他们画饼。我说你今天这个妆，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会有很多人看到，我一定要在节目上感谢一下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双向奔赴了，主要你努力，不然他们巧妇也难为这个我。你是怎么减下来的？靠这种狠劲吧，就是拼命的饿，然后加上跑步运动。我朋友说你这种毅力干什么都能成，其实我只能减肥，因为我这个人就只有蛮力，我这个动脑筋不太行啊。但是这种吃苦的活，我是真的很有心得的。我也挺感谢天真姐的，因为我自媒体也关注，我经常会刷到，我看到她那种变化，我也挺努力，给了我很多动。对，是的，真的。互相激励。但是我既然瘦下来了，我也不准备再胖回去了。对，因为我的人生从来不走回头路。我是拍在那个亮腹肌那个地方了啊，我好像确实一眼瞥到了一个。我到时候发在自媒体上吧，在这有点油腻了。南瓜，你就像刚才一样，谢谢大家，然后动作大一点，就自然的跳起来就可以。没有想到有一天脱口秀的舞台上会来这一套吧？刚刚这个环节就是他的这个动作和你们起哄的声音，我分不清谁在骚扰谁，真是。你们双方在这种互相骚扰的这个状态中，又都很快乐。我今天上台之前，我不管我讲的好不好笑，我都告诉自己把背一定要挺起来，把这个头抬起来，不能弯腰驼背，因为这可能就是我人生中大喜的日子。我觉得你的这个播出会影响很多人，大家会把你当成一个非常励志的一个榜样。但是呢，也希望大家就是科学合理的减肥。他说那个我挺触动的，就是说。不管怎么样，2025年他打开爱奇艺，看到节目里的自己是这样的，我觉得是很动人的，因为大家可能都有类似的经验，就是想自己了，想以前的自己了。我们还好有这个荣幸做这个工作，就去找以前的视频，然后你会让当时的自己来鼓励现在的自己。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怎么这么悲啊？哎呦喂！哎呀！难的。春风若有莲花意，可否使我再少年？我觉得不管到什么时候、多大的年纪，咱们这个少年的心气一定不能丢。好。我觉得我第一篇呀，是我自己跟自己的一个和解。就是我自己觉得我一直是一种遗憾吧，因为小时候干活什么家务什么都挺能出力的，但就是学习就是一直学得不好，就很早出来打工了，干了很多工作就想着填饱肚子，恍恍惚惚这一下子就要30岁，有点太快了。我感觉自己好像没有年轻过，29岁就想抓住这个青春的尾巴，然后去拼搏一下。我这半年吃了真的很多的苦，但是真的努力了就会有收效的。我这篇是对抗生活，就希望很多人对生活没有信心的时候，就希望可以激励到大家，就是有自己想过的生活跟人生都可以去闯一闯，试一试。
咱这个小人物他其实是韧性很强的，有志者事竟成大物。接下来就是挑战环节，南瓜获得了气氛组的3票，其他队伍的演员是否要挑战南瓜？如果要，就在倒计时结束之前起立。倒计时5秒钟。加油，可以的，好。这次来录节目，第一次见他真的差别就有点很大，确实是引起了我的注意，男人。然后就有点想站一站。我们掌声有请朱大强。OK， 我真的想不到有一天南瓜这个颜值能搞上擦边啊！就是啊，姐妹们，你们叫他好帅，你们吃点好的吧。求求了。南瓜刚才自己说到自己可能为了减肥，就是少吃了很多饭吧。今年，我希望你少吃那些饭，我吃。我要吃饭，我要上桌的。开始今天正式的演出啊！大家好，我叫朱大强。好热情，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是一个就是比较容易生气、比较容易愤怒的人啊。女生生气气多了的话，就会长很多的那种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各种嘛。我每次就是一生闷气，就开始长那种乳腺结节。我把这个气发出来呢，开始长甲状腺结节。哎，我就感觉我好像一气呵成2种结节。哇，有点太多了。我就感觉我每天这些结节，就是你们胸腔这里长不下的，开始长到嗓子眼这里去。这是什么？结节高升。然后嗓子眼这里长不下的结节呢，又掉到下面去，结节败退。然后那我体检的时候，医生跟我讲啊，说是90%的女人都会长结节的。哇，我就感觉如果这么高的比率都拥有结节的话，它就不应该再是一种疾病了，它应该成为一种新型的器官，对吧？而且我觉得如果都是女生来长的话，我们以后这个新器官给它叫一种新名字，我们以后叫它妇女节。我觉得我爱生气吧，这个东西完全也怨不得我，是因为我感觉每天我生活中那种看不顺眼的人有点太多了。哇，有些人真的在公众场合边界感有点太差了。我有次在那种餐厅里面吃饭啊，我隔壁桌有个哥们在那里猛猛抽烟，哇，抽烟抽到我感觉他要在我旁边那种原地升仙了，我就开始过去大声呵斥他，我说公众场合不可以抽烟的呀。他自己还气上了，他开始那种恶狠狠地瞪着我，然后一边瞪我吧，一边有点想放点狠话，我感觉他有点咽不下那口气，也有点咽不下那口烟。然后他开始拿着那个烟，恶狠狠地开始把那个烟攥灭在自己碗里的饭上。我有点看不懂，我说这是在用不吃碳水表达自己的愤怒吗？看不明白。我说有点太会愤怒了吧，感觉就是一种超弱的超熊，泰迪熊，还挺可爱的。哎，我觉得如果他真的想就是当狠人的话，他应该一边抽一边灭烟，一边把那个烟灭在自己的头上，对吧？一边抽烟一边烫头的，看起来就那种超绝狠人。哎，我真的很看不惯那种在公众场合乱抽烟的人啊！我唯一能接受人在公众场合冒烟的情况呢，就是他火化。哎，然后有时候觉得吧，抽烟就是一种慢速火化，主要是对抽烟人的身体不好，二手烟也不好。他火化，我陪葬。不喜欢，我就把所有在公众场合乱抽烟的人呢，我在背后亲切地把他们称呼为烟人。哎呀，我好恨烟人啊，真的。特别那个烟人有时候走路走在我的前面，你就感觉他一路走一路排放尾气。我说这种人为什么不去走那个机动车道呢？你要走路走在我前面的话，你最好是寿命上也走在我前面。哇，这种路上走的也能接受。我最讨厌的是那种密闭空间内抽烟的那种。我有一次打上一个出租车啊，哇，那个司机在里面猛猛抽烟，我在后面很生气，我说烦死了，我说你一直抽什么烟呀？他说我抽软中华呀。谁问你了？我问了，就是哇，然后很烦，我就开始用各种借口跟他沟通嘛。后来发现各种借口都不管用，直到后面跟他讲，我说我怀孕了，闻不了烟味，然后他才把那个烟吸掉。哎，我就感觉好像我怀了个人的时候，我才能被当个人尊重。
我就感觉很悲凉。但是我后面就发现吧，我这个人我感觉我也是那种母凭子贵了。我现在是一个吸贵妃，每天到处吸一些二手烟。母凭子贵。而且现在吧，我有时候会发现，就是怀孕对于劝阻抽烟来说，这个借口还蛮好用的。所以我现在就是那种随时随地乱怀孕。哎呀，我一出门就怀孕，一出门就怀孕，这个世界太危险了。然后我真的很讨厌，我觉得公众场合很多人都是那种完全不顾别人，只做自己的。我不知道大家有在地铁上见过那种有些那种男生吗？就他一坐下就会把那个腿弹开。哇，真的很烦啊！就那种螃蟹男孩，那个左腿永远碰不到他的右腿。我不知道两腿之间空那么大的位置用来干什么呢？可能是用来存放自己虚无的男子气概吧。不理解，不理解。但有时候这种大男人坐姿真的会影响到我的，因为我有一天坐地铁哈，我旁边那个男士也是一坐下就把那个腿弹开了，而且他那个腿越弹越开，越弹越开，他有点太放得开了。哇，我就感觉他那个腿在和那个车一起开，往城市的边缘开。哇，然后他搞得我坐的位置开始越来越狭小，越来越狭小嘛。我就想提醒一下他，我就开始翘二郎腿，我就翘一下踢他一脚，翘一下踢他一脚。哇，我真的每一脚都踢得巧妙又刻意。甚至吧，为了能够多踢他2脚，我还陪他多坐几个站。然后最后我跟他一起是同站下车的，我跟他一起下车的时候，他在那里问我，他说那个你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呀？我说啊，还真有意思。哎，弄巧成拙，自找苦吃。他还在那里问我，他说那个，要不我们加个微信，没准我俩挺合得来的。合得来个啥呀？他自己2个腿都合不来。而且我真的感觉他自己2条腿已经构成了一种开放式关系了，太 open 了。不是很想加入，我也不喜欢这种随时随地会劈腿的男的。不喜欢，不喜欢，我也不喜欢异地恋，以后见他的另一条腿还得去隔壁车厢。不喜欢，不喜欢。而且还有一些那种，我觉得他们都不是把那种公众场合当自己家客厅随便坐了，是把公众场合当自己家厕所，随地小便。就那种深夜街头啊，什么街道那种路灯，然后行道树，都是他们的什么小众打卡点。我每天在那里随时随地标记自己的生活。觉得吧，如果他有个柱子就可以的话，我们不如以后就把那种男厕里面那种1排小便池，我们就换成一个小柱子，对吧？啊，俗话说得好，8个好汉1个装嘛。够了，够了，就他们够用了。然后我们就把那种省出来的空间全部拿去盖女厕，对吧？这样以后我们上女厕也不用每天在排队了，然后看着空空荡荡的男厕，啊，以后大家都方便了。或者说感觉吧，就其实那种随地小便，从古至今都是会受惩罚的。你们知道那个孙悟空就是因为尿在如来手上，对吧？一开始我感觉他大闹天宫完，如来本来想着要不关他15天算了，后面怎么抬手一看，怎么他上厕所我洗手呀？哇，好脏呀！反手就是一个镇压，对吧？我觉得这种镇压力度还是不够啊，现在还是老能看到。我以前在那种酒吧门口看到2个男的喝多了，那个酒吧门口有个大柳树，2个男的出来就开始对着那个柳树开始滋了。我路过以后在那里很生气，我说你们2个干什么？其中有一个就喝大了，但是他很有礼貌，他开始跟我道歉，他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然后说着说着不好意思，他就转过来了。我说收起来呀。哎，然后之前讲完这个随地小便的段子啊，有一个观众姐妹特别可爱，她有天在那个微博上给我发私信，她说大强，你讲这个段子我太有共鸣了，我今天也遇到一个男的随地小便，然后啪给我发了一张照片。我有点看懵了，我至今都不知道那个姐妹是距离多近去拍的那张照片啊，因为她那个照片刚发给我，我点开就变成灰色消失了。姐妹勇啊！我就希望这种现象也跟那个网上一样吧，生活中也可以尽快变成灰色消失。哎，谢谢大家，我是朱大强，讲到这里。谢谢朱大强，谢谢朱大强的表演。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3、2、1，请锁票。
再次谢谢朱大强。大强不光是脱口秀演员，自己也有自己的脱口秀俱乐部，是不是？对对对，我自己开了一个俱乐部在昆明，我们叫不止喜剧，欢迎朋友们去玩的时候给你们送票，就是自己的俱乐部，对对，嗯。怎么要票？哇，好现实啊！好快，这么快吗？好紧迫。就跟你客气客气。私信我加一张那个照片不用。是不是他不回答你，你马上就要收回刚刚那个冠军的呼声？谢谢。气氛组的朋友也是很快就被打动了，是不是？因为大强有一个特点，他的语速其实非常快，但说得很清楚，其实对，很清楚，但除了需要吸点氧，我现在想吸氧，我现在有点，特别好，而且密度非常大，我感觉你这一段够别人写两三期的了，感觉够小家开专场没有？语速太快了，对不起。大林看完呢？就是觉得这种能量密度又高又强的这种风格喜欢吗？就是刚才问我说是因为什么摁的灯，我现在都想不起来了，因为后边又过了太多特别有意思的了啊！但我记住一个事儿，就是那个抽了烟你要摁在脑门上，就可以把头烫了。回去我就告诉于谦老师，抽烟喝酒烫头，这就都烫完了。我还睡。但他不出去啊，他不在外边烟，他自己在家烟就完了，他就这样。谢谢于谦老师。谢他干什么呀？哎，你为什么要给自己取名叫大强啊？哦，我一开始是因为之前那种社交平台上会说女生用这种男生的名字点外卖和快递会比较方便嘛。哦。感觉一个比较有安全感的烂名字就是，然后朱是妈妈的姓，所以就用了这个。你是云南人吗？哦，对，云南人。你们云南女生为什么这么会讲脱口秀？小鹿。哎呀，对，云南那男生也还行。对，那边还有个云南，甄勇也是我们云南人哈，很开心啊，看到大强今天在台上这么火力全开，然后每个点观众都接住了，非常为人开心。他是在昆明做了好多年了，然后呢，其实我感觉节目一直都有在邀约你，但是我感觉大强他自己一直都是对自己的内容还是要求非常高。前2年可能是因为在做俱乐部做幕后多一些，然后但是做幕后我也很开心，然后自己上台讲也很开心这样子。每次看你感觉你都能量爆棚，非常开心。大强其实很喜欢小鹿，是不是？对，超级喜欢，超级喜欢。因为之前我在想要放弃的时候，鹿姐给过我非常大的鼓励和帮助。之前有段时间自己不是很想再继续上台，因为我在那个运营俱乐部嘛，我当时觉得我专心做好幕后，精力稍微有一点点不够用，对，这样子，后来是亏的实在不行了，真是，必须自己上台了，自己上台养俱乐部了。对，俱乐部太难了，我们还比较难卖票，所以希望观众朋友们多支持线下。昆明不止喜剧，对，不止喜剧，广告位太好了。我就看得目瞪口呆，就像被那机关枪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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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的那个输出太密集。我觉得男性朋友们都应该听一听，就是会反思自己的。我觉得这节目今年1个冠军够吗？那2冠军那还是冠军吗？我们把最高荣誉改成第6名，怎么样？太精彩！你不知道谁就从那儿，啪就站起来一个，你对他完全没有任何之前的了解，然后在这上面就突然一下从0到100啊，就顶满，太了不起了啊！我听你那段的时候，我就想起咱们都看那个好东西嘛，宋佳老师饰演的那个铁梅女士也有这种当众阻止喝止，对，不文明，哎，不文明。铁梅是铁梅，我说错了。没错，我的意思是铁梅看到别人，他在模仿铁梅。哎呦，现在女演员一纠正我可紧张了，这是。你们看不见，我现在腿病得可拢了，这是。那个，确实。新朋友、老朋友都给咱很多惊喜，大强也是，南瓜也是，都是崭新的表演，全新的能量。大强也获得了气氛组的3票，我们请这个南瓜也回到舞台中央。很难选择，南大和冠军之间，真的，这个必有一伤。我们看一看观众朋友们最后的选择到底是什么。结果请看大屏幕。有点像稳赢，对吧？冠军之间，但是南瓜分也应该很高，南瓜分应该很高。
我觉得大强的方式，它更像是一种温柔的诉说，温柔的回击。我超共情的，我整个人站起来鼓掌。我觉得他说的也哇，真的太好了吧！你说谁没碰到过这种事情？大家都碰到过呀，我就非常爽。就你能感觉到那个场子当时就已经是南瓜的场子了，朱大强还能站起来打破场子。我感觉他当时上去的手上捏了一个长矛，你知道吧？就那种红缨枪，真的打，就那种哇，看爽了的，反正。快乐你就 vivo Live， 让我们进入揭晓时刻。哇！恭喜朱大强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南瓜169票也是非常优秀的成绩。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份快乐 vivo Live 已经帮大家记录下来了。大强真的很优秀，当时我们是一个训练班的，他是我们班的第3名，当时就觉得他非常的厉害。今天跟他一起能同台 PK， 也是非常开心的。大强加油！然后加油！然后我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我现在就要去后台吃席了啊！好，祝你们开心哈！好，那我们也请南瓜暂时先去往待定区，相信你有很大的机会回来穿更多好看的衣服。这是我今年第一次进淘汰间，我觉得是好事，让我支持后勇吧。但是我不会坐以待毙，我下一场一定要证明自己，拿个170票。恭喜朱大强！但是我们挑战环节还在继续，是不是有其他的演员朋友要继续向朱大强发起挑战呢？倒计时5秒钟。无人挑战，朱大强获得晋级席位，请让我们看一看他的最终成绩，184票。恭喜朱大强成功晋级！好乖啊，好真实呀！我的妈呀！坚持，甚至放弃过，但是又开始坚持，然后最终成功的故事总是最吸引大家的，而且确实段子说到大家心坎里了。我觉得大强的段子非常犀利，就是那种新鲜的蘑菇的感觉，非常灵动的歘出来，然后你不容忽视的那种力量。非常期待大强往后一路狂炸，用他自己噼里啪啦的风格把大家打得晕头转向。我觉得他这个非常高密度的像小子弹发射一样的这种表演风格，在这个舞台上是一定成立，而且一定会让大强被看到，也让他的不止喜剧能够正常运营下去。快点，1块钱一个，上车走了。我们俱乐部就是不止喜剧嘛，我们在昆明，看我应该是读研究生第1年的时候创办的那个厂牌，然后日常也有比较多的演出。我们俱乐部是真的是那种就是一个阴盛阳衰的俱乐部，因为我们女生含量在全国俱乐部里面都比较高的那种。我们不管女的男的演员，我觉得都还挺怪的，就感觉大家就是那种怪人聚在一起嘛，就大家都可以轻松做自己。我们都觉得我们值得被更多的人看见。腹肌、胸肌、背肌、南大、炸鸡、里脊、拳击，南瓜。叫我干嘛？哎，我是说油脂太南瓜了。瓜油，你也想成为脱口秀男大？哎，这不是有人卷成男大了吗？我也想请教一下，成为脱口秀男大有啥秘诀吗？简单，有3重倍火就够了。这是什么烤鸡的新做法吗？我已经开始期待了。你就想着吃。我说的是咱们今年的新朋友，统一冲福贝茶，采用3重倍火工艺，倍香醇厚，口感柔顺回甘，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还是无糖的。统一春福贝茶，贝茶就是倍儿香，配上炸鸡就是无糖炸鸡。哎，算了，你还是卷美食赛道吧。那咱一块练吧。南瓜。挑战继续，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朋友，他白天晚上不太一样，白天在台上讲课，晚上呢就要在台上讲笑话，让我们欢迎墩儿。
好，同学们上课了啊！我呢是一个高中的班主任，给大家稍微公布一下我的教龄啊。好。从9月1号到现在，咱们也是教了1个学期了。哎，我整个人长得就特别不像一个新的老师，整个人湿气特别重。我以前上学的时候，身边很多人不知道自己以后该干什么了，就去考一张教资。我不知道自己以后该干什么了，我一照镜子，哎，就差一张教资了。很多新的老师，他们的身份呢，从学生转到老师，特别不适应，觉得自己讲话太客气了，镇不住学生。在我这儿从来没有这个问题。我的室友呢，他也是一个新的老师，他特别紧张，因为他长得比较稚嫩。他开学之前呢，就在网上一直在搜新教师攻略。他甚至还去搜了新教师发火逐字稿。我说你现在不光身上有学生气，每天还要上网学生气。而他上网找了很多老师的这种经典语录，他找了以后呢，不管不顾，直接往班里边就带，一进去就你们就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哎，我说有没有可能他们是你带的唯一的一届呢？我就跟他说，你不要整那些没有用的，浪费时间。我告诉你我怎么做的。我开学第1天一进班，什么都没说，我就抱着手在讲台上站了2分钟，我就看，一直看，看到后来我们班最后一排一个男生那纸突然掉地上了，我轻轻说了4个字：下不为例啊。哎，就那一瞬间，我看到我们班小孩的表情，我就知道。老娘天生就是干这个的。我后来感觉啊，当了半年老师以后，为人师表的表在我这儿大概是表面的表。说实话，现在教学水平有点配不上我的长相了。哎，我们班小孩老跟我说，老师这个不会那个不会，在班里边特别紧张。我说你们紧张什么？我跟你们一样紧张。很多知识点，老师就比你们早知道1天而已。有很多很有经验的老师，生怕自己讲太慢了，考试之前讲不完。我生怕自己讲太快了，因为真的多1分钟我都没有了。我现在最讨厌就那种提前预习的小孩儿，非要问我下一个单元的问题。我讲什么你就听什么，哪那么多问题呀？你一个人这样超前1分钟，40个人超前40分钟。这节课上自习吧，根本就上不了这课。而且我跟你们说一个老师的小秘诀啊，我觉得特别好用，就是遇到任何事情咱们不要慌，千万不能让学生看到你脆弱的一面。哎，有一次我上课上到一半，我们班小孩直接指出，老师你这 PPT 里面好像写错了。哎，我面不改色心不跳，我说啊，是吗？只有他一个人看出来了吗？老师觉得很失望，很失望。一定要稳住，一定要稳住。而且你自己立了一些规矩以后呢，自己就不能再犯了。我上个月跟我们班小孩说，不要把你那奶茶往班里带。那我奶茶现在怎么办呢？我现在每天都灌到保温杯里边就进班了。我们班小孩一看我，我也很心虚，我直接就上课突然喝一口珍珠进嘴了，嚼不嚼呢？哎，我经过我们班小孩听他们在那议论我，我听得特别清楚。他们说现在老师是不是压力有点太大了？怎么老在这生嚼茶叶呢？但我上了几个月的班以后呢，我发现我整个人湿气有点侵体了，整个人这个行为方式跟思考的方式有点不太一样了。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最喜欢看的电影就是《哈利波特》，我觉得哈利波特是这个世界上最勇敢、最自由的人。但是现在哈利波特重映了，我又去看，我坐在观众席，我脑子里就一个想法：谁要当他班主任，真倒了8辈子大血霉了。
我从电影院一出来，我给我同事打电话骂了半个小时。我说他想干什么呀？啊，整天逃课打老师，真当自己是小英雄呢。为什么当时我那么生气？我说真的，有点共情斯内普了。哎，你别看斯内普长那样，没准叫龄就2年。我现在除了想法，我行为上也有很大的这个变化。有一次我在剧场演出，演到一半，坐第1排那女生手机突然响，你别害怕啊。手机突然响了，我都不是被她那个手机铃声打断，我忘词儿了，我上去就，差点把人手机当场给没收了。还有刚刚气氛组，就是拍灯之前没有举手。夸过我，夸过我。而且我现在去过的演出，我演完了以后，那场子热不热、好不好笑，咱不知道，但一般秩序都非常好。甚至还有演员朋友就跑过来跟我说：“哎，多少老师，您在讲，就我们在讲的时候，您能不能不要在后台那扒着门缝看我们？我们很紧张。”我说：“你讲那么差，我看一眼怎么了？这么不幽默，下不为例啊！”我今天其实跟大家讲这么多呢，还是想跟大家说，就是老师呢也是活人，就我们下了课以后呢，也是会讲讲开放麦呀、喝喝奶茶什么的。所以呢，如果有我的学生在看我的这个演出呢，我还是想跟你们说一声，作业写完了吗？看什么呀？我今天先讲这么多吧，因为多1分钟老师也没有了。谢谢大家，我是墩儿。老师，我能摁了吗？老师？可以。好。谢谢墩儿的表演，喜欢他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谢谢。投票时候都举手了吗？就投票，这是。他们都很乖的，我都示意了。确实很像老师哈。人就是老师吗？这什么叫很像啊？哦，不是，对不起。你们先聊，我站一会儿。没事，坐下说。好。我有一个问题想先请教他们3位，可以吗？您可以。小组讨论啊。哎，咱们舞台上好像虽然有很多朋友是老师出身，像教主啊，像包括齐墨之前都做过英语老师，但以这个教师身份来到舞台上，是不是？他有编制。哦。我没有。啊，清华大学毕业的老师都没有编制吗？没有。哇，现在当老师这么难啊？好难啊！可能有点难。孩子好幸福啊，这么优秀的这个自由教师。大鹏导演，您上学的时候是哪种类型的学生？哈利波特这种，还是乖学生那种？我是班长。哦，完后全年级我能考第2名。但我妈眼中我依然是个 loser。你是怎么成为一名人民教师的？就是因为我其实还挺喜欢当老师的，在写这个段子的时候，我就在想嘛，就是也是一个职场新人，我遇到了什么太大的困难吗？其实没有，我觉得我进来以后，我觉得很多事情做得很顺，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觉得自己很适合当老师，然后我也很喜欢。你是个好老师。大林应该从小就是听话的学生是吗？没看我半天，我都不敢言语嘛。我是因为我是个守纪律的好孩子，我哪能随便出怪声影响您讲课呢？对不对？不是，没有，我觉得就是因为您能想到这么多，观察到这么多，包括最后咱们聊天的时候这种表述，能说明其实您也是一个很有亲和力、愿意和别人聊天的人。我觉得如果孩子能有您这样的老师，那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儿。我就是很喜欢跟我们学生交流喜剧方面的东西吧，然后我在我们学校也开了一节。不是，您是教什么的？您别，我是教英语的，然后因为英语现在有很多这个文化方面的知识嘛，然后我在学校也开设了一门喜剧研究课。就把不同的喜剧形式带到课堂上去，然后我们上个学期的期末是每个人讲了5分钟。这8个学生就成1节课了。对，然后我给他弄了一个展演。太好了，太好了。会不会将来有您的学生也来到这个舞台上吐槽？选择。我期待跟他一起。
我觉得墩儿给我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因为我妈就是英语老师，然后也是我班主任，所以我的学生时代就是过得非常的被监控了一切。但是我就看见你有一种，我觉得你真的是个非常好老师的感觉，因为我感觉到你在鼓励学生做很多新的东西。就刚刚你讲的这一段，我也觉得很好。你把你的人物在这个讲述的时候的设定，你老师的状态和你跟观众的互动，我觉得做得非常好，所以我是觉得这个表演是让人很悦耳的、很舒服的、很轻松的一个体验。而且就是教师是咱们每个人都非常熟悉的职业，但是在脱口秀的舞台上，之前往往都是演员以学生的视角出发嘛，说我当时被管的，或者我上课不听话，无论是吐槽还是自嘲，但其实教师的视角还是非常非常少见的。说实话，他这个还真不容易。您这么一说，我突然反应过来了，因为一般来说，我们要是扮演学生的话，其实是和观众站在一起的。他其实扮演了一个观众对立面的角色，然后还这么讨喜。你想上一季梁岩演一爹，最后不是还让人投下去了吗？是不是？因为大家不一定都当过爹，但都有爹。对，就是选择和观众对立的这个关系，其实不好演。确实，谢谢墩儿的表演，能带来另一方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我觉得只有这种大家都说出来、都交流，然后哈哈一乐，才能促进彼此之间的了解。也是得到了气氛组的满票，恭喜！谢谢。那挑战继续。坐在对面的演员朋友，如果要选择挑战的话，请在倒计时结束之前起立。倒计时最后5秒钟。谢谢。一个学生。对，学生。来吧，宝贝儿。好，那老师您先回去备课好吗？我们请谢谢来到舞台中央，有请谢谢。清北对的，他北大的。哦，你是北大的？对。哎，你早说呀！你早说，我们8个校友都不知道你也是北大的。哎呦，你看看咱们校友会，现在是社长吗？是社长。啊，你是社长？你们宿舍社长？我不是宿舍社团社长，脱口秀社吧？哎呦呵！别！大家好，我叫谢谢，我是北京喜翻喜剧的演员，然后现在也是北京大学学生去听脱口秀协会的社长。就是他是清华的无问西东喜剧社的前社长，那个时候我们2个社团就有很多交流，在线下关系也很好。墩儿他是老师，我是学生，我感觉他今天的一身妆造味儿挺正的，就是那种不怒自威的感觉。当时墩儿一转过来一看我，就是有那种就是有点像在上课，然后老师在上面讲，我在下面笑，然后老师一瞪我，我嘎就站起来了，我说老师对不起那种感觉。好，同学们上课了啊！哎呦，我接下来我能够站在台上去给班主任讲笑话，我觉得这都挺奇妙的。下不为例啊！我跟你讲，谢谢放狠话环节，给我准备了一句狠话啊！哎呦，来，你讲出来，让你讲出来。我说77，酷起来！我说狠话。77，他们都说你是喜翻1姐，但在我这儿，咱俩谁是1姐还不一定。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抢1姐的位置，就是很好笑。有请谢谢。东北之战来了，现在正是首次第1的学校。好，大家好，我叫谢谢，谢谢你们，我今天也想聊聊我的高中，我来和你们站到一起了。我高中是在河北衡水中学上的，对，所以我起这个名字就是因为从那个地方活着出来，我心存感激。而且今天也很开心，能和墩儿老师在单口的舞台上 PK， 完成了一个我从衡中到现在一直没有实现的心愿，跟老师犟嘴。我非常紧张，当时在衡中真不敢犟，衡中是一个很卷的学校，卷到教室后面贴着条幅，上面写着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传播度非常广。
我觉得这个标语很荒谬啊！我为什么要往死里学呢？我不应该往清华北大里学吗？衡中很会营造一种卷的氛围，一入学就让我们写自己的目标大学贴到墙上。我当时写了同济大学计算机系。真的假的？那是一个我非常向往的高校。但是老师看到以后，他质问我说：“你是不是不想学了？”你要不现在去网吧吧？让我改成北京大学，我不敢犟嘴，真改了。但是衡中确实出成绩，后来还真的考上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刚才多瑞老师是清华的，我是北大的，清北学生到底会干啥？会搞笑，这。我一般在外面做自我介绍，如果我不说我是衡中的，我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就有人觉得说，哎，你装什么？但一旦我说我是衡中的，他们就辛苦了。哎，活该你上北大。确实很辛苦，衡中当时时间管理很严，我们都没有时间洗澡，有的同学1个月才能洗1次澡。那个时候班里面味儿贼大，尤其是重点班，班味儿有点重。就当时在教室里待久了，我们得去厕所透透气儿。当时衡中这种严格的管理，依靠于它严苛的校规校纪，比如当时要求我们早读课要大声朗读。比如说背英语单词，comedy， 我们就得 comedy。我不理解为什么要大声，我觉得我背书背过就行呗。那么大声，分数没上去，分贝上去了。我一开始觉得大声背书这个方法特别俗，后来想了想，其实挺雅的，那背一会儿就哑了。但是没有办法，衡中还要搞那种早读评比，拿个分贝仪去每个班测音量。就导致在衡中待久了，逼得我现在嗓门贼大。就怎么说呢？我其实可以不用麦的，其实。我的妈呀！然后当时还有一些那种禁止谈恋爱的校规校纪，但是在衡中啊，我们不用谈上恋爱，就可以被抓。因为衡中有一项罪名叫做男女生非正常接触。你看他这个用词。他就很赛博朋克，非正常接触，感觉谈了个外星人。范围包括男女肢体接触、男女同桌吃饭、男女并排行走。我寻思这些都是非正常接触，那啥是正常接触啊？操场上亲嘴儿。还是双方家长先见个面啊？当时处罚力度是回家反思4周。我不是很理解，我觉得我要在衡中谈恋爱，顶多也就偷摸传个小纸条。你要上我回家反思，我俩可就逛街去了。当时衡中有那种老师，他专门负责查违纪，每天就往他那个电脑前面一坐，拿个高清摄像头看有没有人谈恋爱。哼，恋综观察员。他要是去当恋综观察员，那嘉宾来一对成一对，就在他眼里干点啥都是想谈恋爱。我当时比较爱干净，我宁愿不吃饭也要挤时间洗澡，就因为身上没有臭味儿。德育主任质问我，说你最近是不是谈恋爱了？天天洗澡，肯定是为了招女生喜欢。我说老师，有没有可能我洗澡不是为了女生？我是为了卫生。不洗澡我身上痒痒。老师说身上痒痒，我看你是心里痒痒。当时德育主任还负责查自习，然后他检查的指标是抬头率，就是在一间安静自习教室里，德育主任会从教室前门
推门而入，看有谁抬头看他。如果你抬头看他，你就是没有学进去。我说老师有没有可能你不进来，我已经学进去了。就当时我们大家都知道门开了，但为了避免违纪，硬不抬头。这个东西需要的意志力，比你抬头看一眼还分神儿。我有一次正做着作业呢，突然老师推门进来，我嘎一走神，算出来李白是个等边三角形。因为李白要是在我们衡中上的高中，他也当不了诗人，他望不着明月，他举头只能望主任，然后主任让他低头回故乡反思1周。我当时看过一些犯罪电影，里面描绘的那种校园枪击案，我说在衡中都不可能发生，罪犯都没有体验感。你们想象一下，一个变态枪手扛着 AK-47踹门而入，没人。他准备好享受我们的惊恐与尖叫带给他的变态快感，然后他发现没有一个人抬头看他，罪犯都吓坏了，赶紧拿枪指着我们大喊，说 freeze， 我们 FREEZE。他永远不会理解为什么我们被人拿枪指着还能学习。我们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好，讲到这，谢谢大家。谢谢。哈哈哈哈。谢谢的表演啊！喜欢谢谢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再次谢谢。我觉得只有谢谢这样衡中毕业的朋友有这样强大的意志力。你的右后方一直有一位班主任盯着你，全身都在发抖。看上去非常纯熟的表演，但其实谢谢是喜番俱乐部非常新的新人，也是00后。啊，你现在还在读大学？对，我在读大2。才大2啊？他只是长得老。看不出来吧？在衡中3年当9年学的，我今年32了，复读了这么多年，考上北大了。因为我也是河北的，就是说很多事儿咱们都很像。不知道诸位这个上学的时候有类似的经历吗？这都是真事儿是吧？里面大部分是真的，但是刚才也像庞博老师说的一样，就是衡中它不光是一个学校，它现在是一种模式。可能我所在那个衡水第一中学，它里面只会有一些规章制度，是我刚才讲的。那你的高中老师对你现在讲脱口秀有什么评价吗？没，我高中毕业以后没怎么找过高中老师。他们的任务是把你送进北大就结束了。对，一别两宽，各自欢喜啊。我感受到我们今年好像参赛的学霸特别多哈。当年庞博讲脱口秀的时候，还是一枝独秀的。我方便问问你讲脱口秀多长时间了？大概2年吧，不到2年的时间。所以你们也没有老师，也都是看段子、看视频自学的吗？哦，我是从小看脱口秀长大的。骂人。那么您看谁脱口秀长大的？叫叔叔。哎，没有。是吧？我是小学的时候就跟我爸一块看那个今晚80后脱口秀。对。然后我记得庞博老师拿大王的时候，17年脱口秀大会的第1季，我当时上初1还是初2。所以后几季大王其实您是不知道，因为那时候在衡中是吧？不让看电视啊。他心目中我统治这个领域。我其实，在衡中看脱口秀也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慰藉。就是当时我可能1个月才能放1次假，回家就半夜躲在被窝里面把攒的那几期节目看完。就是它能鼓舞我后面再1个月的时间在衡中学习的时候也会很快乐，因为我觉得我希望能够
现在努力以后有更多的选择，就可以选择站在这个台上，跟我当年在电视机就是在屏幕里面看的演员老师们站在一起。我觉得这样，就是哎，所以你高中的时候就决定了以后想讲脱口秀？对，其实从小时候看就一直很喜欢这个东西。我记得当时是周老板在节目上讲了一句话，说单口喜剧没有怀才不遇。就当时嘛，那种10几岁的青少年男生，我觉得我也有才。我想遇一下，我就觉得。刚刚讲完这个高中的经历，大鹏导演有什么想跟谢谢交流的？哎，我是吉林建筑工程学院毕业的，有一段时间我在我那个节目里面，因为就是这个学校很普通，为了让它显得受待见，我就加皇家，我说我是吉林皇家建筑工程学院毕业的。你是大2的学生？对，我04年。你是咱所有这个演员里最年轻的吗？没有，陈明飞应该比我还年轻。我大学毕业那年你还没出生。你现在回顾起衡水的这些经历，你会更感激他多一点，还是觉得？我其实是在辩证的看待他们。我觉得确实我在衡中，就是通过他们的非常成熟的一套模式，考上了我想去的学校，然后能有现在这些机会站在这里。但是，确实在衡中也给我造成了非常多的改变。就比如说很明显的一点是，我来录这个节目，当时在录那个集结的时候，我一开始话很多，应该后面要有人加入喜番。他是不是安排？来风也得多签几个一会儿。你说他们也挺装，他们也挺装的。有请第37至48位的选手进入集结区。然后后来公布了我那头排名是倒数前5，然后我马上就不会再说话了。我那一整天心里面都很难受，就是成绩这个东西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衡中基因一下就觉醒了。对对对，我一会儿不往死里讲，就把你们往死里讲。就是我其实知道自己的东西在线下打磨了很久，我挺喜欢这一篇稿子，但是当我真的在那头排名出来的时候，我又开始觉得自己的这个稿子是不是还不行。这就是在衡中出来以后，我一直想要去改变，但是改变不了的一个烙印。但是我希望能够通过讲单口，然后慢慢的去改变这些东西吧。对，没问题，没问题。当然，河北小孩都这样，就是特别容易被排名所影响。但更重要的肯定是每一次演出现场观众给予你的反馈。对，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别老跟他说这种排名的事儿，一会儿又把他这个基因勾起来了，就优秀，优秀，好不好？优秀。我看气氛组也是给出了满票，那我们把班主任也请到台上。总有这种奇妙的对决啊！一位老师，一位学生，都是气氛组的满票，究竟结果如何呢？请看大屏幕。恭喜谢谢取得胜利，也恭喜墩儿149票。根据规则，咱们老师可能要先去备课。哎，好的好的，我先去准备一下工作。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请墩儿先前往我们的待定区。那么有没有人要向谢谢继续发起挑战呢？倒计时之前，请起立，最后5秒钟。无人挑战，让我们看一下他的最终成绩。191票。哎呦喂，强呀，我哥！恭喜谢谢成功晋级。可以。谢谢他的这个即兴的出梗能力以及他思考一些梗的能力是非常强的，然后他又拿出了一个非常能打的题材，这个我觉得对于一个大2的学生来说已经非常厉害了，我觉得前途无可估量。谢谢呢是现场抓取梗的能力非常强，就是这个东西会给你的表演增加至少20%的加成，我觉得太精彩了。我们经历了好几轮都是新人之间的，但依然是强对决。又有5位朋友坐在了晋级区。
新人都是新人，好强啊！这一季其实有很多新人是让人很惊喜的。我觉得这第一轮的演出哈，很像周星驰拍的那个电影《功夫》，因为我很早就坐在那边嘛，其实对面就有一种那种隔岸观火的感觉，那个画面感跟周星驰的那个电影那个《功夫》的画面一模一样，人头攒动，你永远都不知道站出来那个人他到底什么样子。你看着他感觉他个儿小，一站起来2米。你看着他很瘦弱，一站起来肌肉猛男，永远都有反差，不停的在反差，感觉大家反正都是有点真功夫的，真的。哎，我觉得今年真是才比第一轮，已经有10几个冠军选手了，太强了。很开心看到这样的新人演员，就觉得哇塞，太好看了我们节目。我们作为新人的时候，大家曾经有一个担忧，说，哎，每年就这点新人，那个第2年节目是不是就没了？但其实等过了几年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担心已经不存在了。你就算每一个城市出来5个人，这都是2个节目不够的，你再来多来几个吧，是这种感觉。一定是站在台上的人类型越多，台下的观众类型才会越多的。语言这件事情可能可以层出不穷，我们永远需要优秀的脱口秀演员。我们第2期团队火拼赛的上半场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恭喜本场晋级的所有演员，感谢今天所有的演员和观众朋友，也谢谢我们几位气氛组组长，谢谢田真姐，谢谢大林，谢谢大鹏导演。我们下半场精彩继续。吨，快乐正上头！感谢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的统一春福无糖茶独家冠名播出。vivo 实况不用 P， 快乐全在 Life 里。感谢 vivo S30系列联合赞助播出。感谢全球销量第1的飞鹤奶粉特约赞助播出。首款定制大脑营养，聪明宝宝喝飞鹤，有问题找夸克 AI 帮忙多欢乐。感谢2亿人的 AI 全能助手夸克赞助播出。拉开乐宝放开玩 Why Not？ 感谢年轻潮流有态度的乐宝啤酒行业赞助播出。喜剧之王单口季第2季第1赛段团队火拼赛现在继续。同学听到科风了，哇，他逃，这一大堆。我今天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你别想那些歪门邪道，你就踏踏实实沉下心来，嫁个精神病。我就没听说过哪个妈妈从妈妈升为了资深妈妈、主管妈妈、大中华区总妈妈。然后我大2那年呢 ，AI 会写小说了，我感觉自己像那种晚清刚经过的太监，一个阉人。陈明飞，你为什么不取一个艺名？因为我不觉得我的作品让我丢人。马上又要开启魔王挑战环节。女人该死的完美。我乃悲人，我悲柴，我哥好惨，人财两空，笑不死。有人说我像那个男主角明道，还有人说我像是阮经天，感觉像是集2大帅哥缺点于一身。大城市跟爷爷合作，在大城市我白天不是已经当过孙子了吗？啊？咋的？你想去看守所演出啊？那你去不了，那里明星太多了，你咖位不够。你对我刚才那个表演有什么看法？我觉得让你认真点评了呀，这是。我觉得不能，怪不得找不着关系呢。最终挑战的结果如何？请看大屏幕。看到吗？台上是谁在领奖？不是我，我在角落啪啪啪领奖。你领奖了一个。排队排最后，合照在最边上。嗨，一开专场，我赶场店里就响。从来就没有与生俱来主角气场。老友升级，新人炸场。每周5、周6 12点，会员抢先看单口喜剧的硬核对决；每周日12点，会员专享喜剧演员们收工后的欢乐饭局。电视看爱奇艺，就用奇异果 TV 畅享高品质视听。
解锁百种追踪方式，你的私人定制尽在爱奇艺综艺。来爱奇艺创作中心参与《喜剧之王单口季》第2季2创活动，赢丰厚奖金。海外用户下载爱奇艺国际版，多语言字幕，更多独家内容抢先看。上微博参与《重生之我在喜单2》当气氛组活动，为你喜欢的舞台发言。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百度搜索《喜剧之王单口季》第2季，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上百度 APP 看百度热搜 ，get 更多爆款内容。上百度搜索话题《喜剧之王单口季》第2季，共同参与讨论。上新浪新闻客端搜《喜剧之王单口季》第2季，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来豆瓣《喜剧之王单口季》小组点评选手表现，听播客上小宇宙 APP 听单口喜剧演员聊更多幕后故事。